Nice to meet you. But we better focus when you're in contact. All right, welcome to Belfast. 这是2022年10月6日，英国王妃凯特到访北爱尔兰，例行向到访的民众打招呼的情景。请注意看视频中这个绿衣女子，她在跟凯特握手时说了一句相当呛人的话：“很高兴见到你，但如果是在你自己的国家会更好。”这番话显然带有挑衅，言外之意是北爱尔兰不属于英国。虽然凯特仍强行保持着王室的气度，没有动怒，但尴尬又僵硬的笑容还是成功被媒体捕捉到，成了当日的国际头条新闻。这已经不知道是北爱尔兰人第几次膈应英国了。作为欧洲搅屎棍，向来只有英国恶心别人，还真没有谁能像北爱尔兰一样这么让英国难受的。问题来了，为何北爱尔兰要与英国死磕？双方之间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很久很久以前，大不列颠南部住着一群红头发的人，被称为凯尔特人，他们会耕田，会织布，还会用铁器。当时这里名义上归属于遥远的罗马帝国，并派出大量军队驻守在这里，直至5世纪时罗马军队撤走之后，一群金黄头发的日耳曼人来了。这种日耳曼人也被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蛮横地说：“这儿归我们了。”接着，这群红头发的凯尔特人土著就莫名其妙的就要求被赶走。这一过程中不断充斥着打架反抗，最终盎格鲁撒克逊人成功占据了不列颠岛南部，并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建成了一个统一国家，取名为英格兰。而此后，凯尔特人大都待在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岛上。但到了16世纪，站稳脚跟的英格兰又开始想把周边全都并入自己麾下。1536年，英格兰先是将西边国土不大的威尔士统合了，之后在1603年，苏格兰也和英格兰合为了一个整体，周围就只剩下爱尔兰没搞定了。虽然爱尔兰与英国隔着一条海峡，但爱尔兰始终不愿跟着英国混，是块难啃的骨头。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信仰不同，爱尔兰人大多信仰天主教，而英国则信仰新教，信仰的不同让双方始终融合不到一块去。为了快速搞定爱尔兰，英国强行在爱尔兰推行了宗教改革，力推英国人移民爱尔兰进行同化，并对不愿改信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加以残害。在这样的压迫下，1801年，爱尔兰正式并入英国版图。虽然最后加入的爱尔兰跟英国的感情很淡，但至少没闹出格的事儿。不过众所周知，大英在不做人这方面向来是不做人的。1845年，爱尔兰的马铃薯因真菌感染而大规模欠收，甚至绝收，急需帮一把，否则面临断粮困境。可谁知英国高层却选择了隔岸观火，坐视上百万爱尔兰人饿死，还通过废除谷物法狠狠地打劫了爱尔兰一把。别说这是不是当大哥的能干出来的，您就说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儿吗？虽然最终被落井下石的爱尔兰熬过了大饥荒，但憎恨英国的种子也在心里生根发芽。一时间，各种反抗英国统治、寻求独立的团体纷纷涌现，而报复的机会很快就来了。爱尔兰跟英国的恩恩怨怨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英国眼睁睁看着爱尔兰因为饥荒饿死近1/4的人后，那股子恨意就再也压不下去了。爱尔兰在等待一个报复的机会。1914年8月，英国向德国宣战，双方在欧洲大陆一同互殴。爱尔兰共和军趁机爆发复活节起义，1000多名爱尔兰起义者夺取了都柏林市政厅、邮政总局等地，声势浩大。虽然仅6天后就被镇压了，但爱尔兰独立的星火开始被点燃。1919年，爱尔兰义勇军改制成更有组织、更加严密的团体——爱尔兰共和军，并发动爱尔兰独立战争。战争持续2年多时间。彼时英国刚经历过一战，元气大伤，国力受损，一时无力应对，于是便寻求跟爱尔兰和平谈判。最终谈判的结果是，爱尔兰南部主要信仰天主教的26个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北部主要信仰英国新教的6个郡归英国，即后来的北爱尔兰。但这场顽疾没有得到根治，反而留下了很深的后遗症。之后几十年里，北爱尔兰地区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纷争，以及亲英派和亲爱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对此，英国又是花钱，又是派军队，又是解散北爱的议会，收归自己直接统治，但都没用。而上面所说的爱尔兰共和军则主张爱尔兰统一，且方式较为极端。为此，在北爱尔兰地区持续不断的周期性暴力冲突接连爆发。1971年11月，北爱边境的2名海关官员被爱尔兰共和军狙击手击杀。1979年8月27日，英国著名海军元帅蒙巴顿在海边度假时，被爱尔兰共和军放在他游艇上的炸弹爆炸身亡。可以说，这几十年来，英国算是被北爱尔兰问题搞出心理阴影了。如何解决英爱之间的矛盾？欧洲一体化算是一剂良药。在欧盟之下，欧洲能捏合成一个整体。尽管欧盟成员时常貌合神离，各自心怀鬼胎，但至少减少了武装冲突。在欧盟这一大家子里，别说英国跟爱尔兰了，你俩仇再大，能比当年法国跟德国大？人家俩现在都能坐下来好好谈生意、聊合作，你们一衣带水的小两口咋就不能呢？
于是在1973年，英国和爱尔兰一起进了欧共体，双方在经贸往来、人员流动，包括敏感的边界问题上都进行了沟通。欧共体也积极帮助英爱和解。最开心的应该是北爱尔兰地区，在加入欧共体的10年里，北爱尔兰拿到了4亿多英镑的援助和贷款，长期动乱造成的经济受损也得到了恢复。之后，欧共体还出资10亿欧元，用于帮助北爱尔兰发展旅游业和建设交通设施。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订，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开放了贸易和边境，双方暴力冲突减少，除奥马汽车爆炸案之外，基本没有了大规模的暴力袭击。可就在英国和爱尔兰关系改善的同时，英国却对欧盟越来越不满意，包括移民问题、欧元问题、会费问题等等。英国开始掐手算账，权衡利弊，到底该不该继续留在欧盟。北爱尔兰在欧盟待得很舒服，但英国就未必了。英国掐指一算，怎么算都觉得亏。纠结了数十年后，2016年6月23日，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起脱欧公投，4650万选民参加，最终52%的人选择脱欧。此后4年里，英国就开始忙活脱欧的事了。英国朝北爱尔兰一招手，咱以后不用再在欧盟待着了。可谁知北爱尔兰并不乐意，觉得自己在欧盟待得好好的，为啥要跟着脱欧？欧盟这时也掺和了一脚，拿出1998年签署的贝尔法斯特协定，对英国说，入盟的时候咱们清清楚楚说好了，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的边境保持开放，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得让人家自己决定，你说了不算数。英国听后肯定坐不住啊，这几十年来由于地缘和历史渊源问题，北爱尔兰长期与爱尔兰保持密切关系。1998年的时候，北爱尔兰愿意跟着英国，现在可就不一定了。2022年9月，一项关于北爱尔兰2021年的人口普查更是让英国倒吸一口冷气。调查显示，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数量发展迅速，已占到了 45.7%， 而新教徒才占比 43.8%， 天主教明显占优势。此外，仅有 31.86% 的北爱尔兰人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如此下去，过个10几年，北爱尔兰可能就没人会说英语了。这能让英国不慌吗？但英国还是执着脱欧。关于北爱尔兰问题，英国签订了一个北爱尔兰协定书，大致意思是说，既然北爱尔兰不愿意走，那就继续在欧盟待着，并保障其在关税同盟中的地位。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一国两制吗？等签订了之后，英国迷得过来了，北爱尔兰不是我自家领土吗？我去自家领土做生意还得交欧盟关税，这成何体统？正当英国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同时，另一则重磅消息来了。2022年5月8日，北爱尔兰新的议会选举结果出来了，新芬党赢得最多席位。这个消息重磅在哪呢？新芬党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跟爱尔兰合并一起，这无疑释放了一个紧张的信号。英国意识到再不采取行动就晚了。5月17日，英国提出要撕毁之前签订的北爱协定书，欧盟不爽了，认为英国这是纯耍无赖，自己签的协议自己不认账，还没有契约精神。向来看重利益的英国没发声，但英国似乎忘了，世界上还有比他更看重利益的国家——美国。美国可不同意英国随意撕毁北爱协定书。同年9月5日，英国保守党领袖特拉斯当选英国新任首相。这位以任期时间极短而出名的首相刚上台，就被好盟友美国连续2次警告慎重对待北爱协定书。美国这么做，既是出于为了维护其国内3200万爱尔兰裔人的情绪，也是为了拉拢欧盟。这下英国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了。北爱尔兰的独立势头依旧没有消停。多年来，北爱尔兰问题已经成为英国的最大心病。除北爱尔兰以外，苏格兰地区也不让英国省心。早在2014年就有公投闹独立，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暴露出英国各邦国内部的分裂倾向。2022年，英国的人均 GDP 为 4.34 万美元，还不到爱尔兰的一半，这只会加速北爱尔兰倒向爱尔兰。或许未来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英国全称更名为英格兰及威尔士联合王国。曾经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被人们誉为日不落帝国。但到了1946年，英国的殖民体系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了。到了今天，英国更是只能沦为美国的小跟班。在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为著名的殖民帝国当中，英国毫无疑问是最威名赫赫的那一个。即便由他创建的殖民体系已经衰落，但英国的影响力仍然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衰落下去的呢？英国在逐渐掌握殖民地的过程当中，又做出过哪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呢？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成为主导全世界的霸主，它也一定有着自己特殊的条件和手段。只要是认真研究过殖民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前3个世界霸主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荷兰和英国，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控制大量的国际贸易路线，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而为了给自己掌握的那些海上贸易路线提供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直到飞机被发明出来之前，一个国家要想称霸世界，就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因此，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第一步就是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击败。可是，英国人的战绩却最终给荷兰人做了嫁衣。在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还没有等到英国人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贸易体系，荷兰就捷足先登了。懊恼不已的英国人只能够选择继续发展，同时寻找机会来击败荷兰。不过，好在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在经历过第一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人很快就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得了一部分海洋贸易路线的控制权。从此以后，英国的财富就呈现出了指数级上升的势头。但英国的统治者也深知，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世界霸主，那么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财富都极有可能会激起他人的觊觎之心。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向荷兰人发出挑战。最终，在1780年爆发的第4次英荷战争中，英国终于将荷兰人给击败了。从此以后，荷兰人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光环，曾经由荷兰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尽管人们对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趋势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但谁也没有想到，英国人居然能够在世界霸主的位置上玩出许多新花样。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洲的弗吉尼亚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人就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体系。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建立殖民地之后的英国就应该对当地人大肆搜刮，掠夺当地的原材料了。但英国人的做法却令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英国人在进入殖民地之后，并没有急着掠夺当地的资源，而是热衷于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这样一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而且，只要这些殖民地官员按时向英国缴纳税款，那么他们无论在殖民地内部做出什么样的勾当，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对于这些问题，英国人根本不感兴趣。后来，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都无数次的复刻了这一套方法。由于这套方法异常的高效，甚至就连后来法国人去非洲搞殖民的时候，都跟英国人学了起来。而且法国人为了加强对于殖民地的控制，他们几乎将殖民地的一切管理权都牢牢抓在了手中。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殖民地的普通人可以进入当地的公务员队伍，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也就是给这些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干杂活了。在研究了荷兰和西班牙殖民体系的优点和劣势之后，英国人还做出了一个新举动，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印刷由英国人自己提供的纸币。至于这种纸币到底应该印多少，则完全由英国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这些纸币来收割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如果他们愿意，英国人甚至还可以通过抬高粮食价格等方式，以方便在殖民地制造人为的饥荒。有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残忍，以至于今天的英国政府都不太愿意提起这段往事。虽然英国人很少直接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事务，但为了镇压全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抗，他们还是成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这支部队时而前往印度镇压当地的起义，时而赶往非洲与那里的土著黑人展开战斗。只要哪里有英国的殖民地，镇压的枪声就会传到哪里。通过不断的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人逐渐坐稳了世界霸主的交椅，同时英国人也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全球大市场，这使得英国几乎成为了人类殖民史上最富有的国家。由于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每一个小时都有殖民地处在日光之下，因此当时的人们将日不落帝国的绰号送给了英国。英国的统治阶层对此也非常受用。可是持续不断的殖民战争已经大量消耗了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正当英国忙于镇压非洲各地的起义时，一个在美洲大陆上的国家也正在迅速崛起。不久之后，这个曾经同样处于英国殖民体系之下的国家就将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发起一次全面的挑战。随着2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势头，这使得英国不再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军事强国，各个国家之间的争斗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很快，代表着旧殖民体系的英国和法国就与代表后起工业国家的德国发生了战争。但此时，位于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也已经有了介入欧洲战事的能力。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始终保持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之后，他们才宣布下场，站在协约国那一边。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场胜利对于英国来说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惨胜。
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建设工作根本没有人来执行。无奈之下，英国人只得将希望的目光看向了美洲。因为美国人虽然参加了世界大战，但也在战争中赚到了不少钱。相比于当时在战争后迅速没落的英法两国，美国的家底还是十分雄厚的。在与欧洲展开了贸易之后，美国人也的确帮助英国解了燃眉之急，但那些曾经归属于英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就被美国人给掌握了。而此时美国的造船能力也根本不是英国所能企及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众都看了出来，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马上就会过去了，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美国人的天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人们很快就亲眼目睹了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猛攻下一败涂地。这一回，英国已经彻底失去了自主进行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后来，美国人也的确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之中，但这个时候，美国却提出了一个让英国人根本无法拒绝的要求：战争结束以后，全世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货币体系。此时的英国人纵使心中有10000个不愿意，但他们在美国人的面前还是必须点头，因为英国政府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根本没有实力再去维持一套以英镑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了。最终，在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的代表正式敲定了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新货币体系。当年英国人用来操纵世界的金融工具箱也被美国人拿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对英国的补偿，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援助资金。虽然英国人拿着这些援助资金重建了家园，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魄力和雄心。到了今天，英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徘徊在低谷之中，甚至就连曾经的殖民地印度在 GDP 总量上也直接超过了英国。不过客观的来说，这个小岛国也终于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殖民主义的事业的确曾经给英国带来过无数的荣耀与利益，但它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的苦难与悲痛却是谁也无法抚平。即便在100多年之后，英国也必须为他们曾经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未来的世界必将会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旧时代的美梦中，不愿意醒来。在他们的美梦当中，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主人。可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时代发展的浪潮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而停滞不前。如果某些人再执迷不悟，等待着他们的就只有被淘汰的结局了。